今天这影片为介绍一款非常适合新手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 Filmora。如果现在在使用剪映，但是你感觉剪映的功能已经满足不了你了，但是你又觉得学习那些非常专业的剪辑软体，像是 Premiere Pro、Final Cut Pro 太花时间了，那么你一定要看完这一教程，因为我觉得 Filmora 给我的感受就是它是属于这两者之间的，它可以做到让剪辑小白轻松上手的同时，也可以剪辑出效果非常好的影片。Filmora 里面提供了一些预设效果，如果在专业的剪辑软体里面想要设计出来，需要有非常多的步骤，并且需要花费你非常多的时间。同时，像 Filmora 现在支持云端存储你的影片文档，你也可以在你的平板电脑或者手机里面去下载 Filmora 的程序，真正做到能够让你随时随地去进行影片剪辑。我是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都会分享3部影片，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再特别整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，里面告诉你很多在剪辑影片的过程中使用的一些方法和技巧，去提升你影片剪辑效率。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的领取。首先教大家如何去免费下载 Filmora，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进入到 Filmora 的网站，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Free Download。这里面首先需要选择你的电脑系统，如果是 Windows 版本，你可以点击这里就 Free Download， 你可以点击这个 Go to Mac Version， 你就可以下载苹果系统版的 Filmora 了。当你打开 Filmora 之后，你首先看到这个界面，这里可以让你创建项目，还有一个云项目。云项目就是当你登录账户里面，你就可以把你一些文件就存入到这个云端上面，非常方便。在创建项目这一栏，你可以首先选择长宽比。一般来说，正常的 YouTube 影片它是16:9宽屏的， Instagram 是1:1，像很流行的短视频它是纵向的9:16，其他还有一些4:3、3:4、21:9、4:5等等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。我想创建一个新的项目，你可以选择这个新专案，在底下会有一些快捷的操作，比如说第一个模板成片，这个功能非常方便，它会给你很多主题的模板，比如说这里有很多 Vlog 主题的模板，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模板，你可以去预览一下这模板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如果你觉得这模板不错，你可以选择这个使用模板，这样就可以让你快速做出这样风格的 Vlog 了。第二个功能是 Screen Recorder， 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直接使用 Filmora 去进行录屏，在这底下会有些设置，比如说它的帧率、它的品质，你可以设定一下录制的计时器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会有个滑鼠点击的效果，你可以选择这个不一样的效果，然后底下会有开始和停止的快捷键，以及暂停恢复的快捷键。这录屏功能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。接下来功能就是智能裁剪，在这里面我添加了一部影片是横屏的16:9的长宽比，比如说想快速的把这部影片去变成一个短视频，我就可以选择这个9:16的长宽比，然后现在它就在帮我分析了。通过这个功能，我就可以快速调节一下我影片的长宽比，这对于想要做 YouTube 短片的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功能。下一个功能就是 AI 玩转写，它是一个类似于 ChatGPT 的功能，你输入信息之后 Filmora 就会回答你的问题。接下来功能就是即时剪接器，在这里面你可以添加一个文件，在你添加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做出一些简单的剪辑了。比如说你可以控制一下这影片的长度，你可以拖动这里，这样我就可以快速删除掉后面的部分了。或者说你可以点击这个拼接，你可以添加不同的文件去开始拼接文件。下一个功能非常有用，就是去除无声片段。比如现在我上传一部录制好的影片素材，你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功能 Filmora 就可以快速侦测出我在哪些时段是没有说话的，哪些时段是已经有说话的。这对于我们初剪来说是非常方便的，我可以快速剪除掉没有说话的部分。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方框，就是 Filmora 侦测出了在这方框里面的时段我是有说话的。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下音量的阀值、最小静音时长，还有头尾增加缓衡，这可以让 Filmora AI 去更好的分析出你在影片里面哪些时段有说话，哪些时段没有说话。这个功能是能够让你快速提高你的影片剪辑效率的。下一个功能就是高光卡点，在你导入了影片文件之后，你可以选择这里基础的设置，比如说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总时长，你可以选择一个背景音乐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下背景音乐的起始点，这里面也可以做出任何的调整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下节拍的设置，它是快的还是慢的还是中等的，这里面也可以调整一下影片的效果，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效果供你选择，这样就能够让你快速做出一个非常好效果的高端卡点影片。下一个功能就是 AI 风格化，像我导入一个素材，在左边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式，比
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样式，像你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就变成一个不同的风格了，这功能就能够帮助你快速给你的画面加入一个不同的效果。在我们介绍完这些快速的功能之后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档案，点这个新专案。现在我进入到了 Filmora 的剪辑界面里面，这里面会有不同的功能分区，在左边就是媒体功能区，你可以导入你所有的媒体文件，然后在这里会有非常多不同的功能供你选择。在右边这里，你可以预览一下你影片素材的效果，然后在下方就是主要的剪辑区，你所有的剪辑操作都会在这里完成。如果想调整一下这些功能区的大小也是可以的，你可以来到这个边界里面，你的鼠标就会变成这样的标志，你可以自由的左右移动。比如说现在我这里的区域就变大了，这里的区域就变小了，然后也可以在这里，你可以进行上下移动，调整一下它们之间区域的大小。如果想整体调整一下界面的布局，可以点击这个标志 Layout Mode， 这里面就有不同的布局。比如说可以选这个 Organize， 你就可以看到会有不同的布局了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不一样的布局。这 Filmora 还支持双屏幕的布局，就是这个双重。如果你有2个屏幕，你可以选这个双重布局。想在 Filmora 里面加入素材也是非常方便的，你可以点击这里去加入素材，这里面选这个素材，像我加入了这素材了。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式就是可以直接拖入，比如说直接拖入这个素材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就拖入了这个素材了。但是在 Filmora 里面它也有提供素材，你可以点击这个资源库，这里 Filmora 就提供给你非常多无版权影片的素材。除了影片素材之外，也有很多照片的素材供你选择，非常的方便。这里面提供给你非常多 GIF 的表情包，你也可以使用。然后底下还有很多 Pixabay 的影片素材、图片素材，这里面还有 Unsplash 的图片素材。所以在 Filmora 里面已经提供给你非常多影片还有照片的素材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素材去拖入到剪辑区里面了，我可以直接拖入。有时候它会告诉你，你这素材的解析度是和你项目本身的设置是不符合的，然后它问你是否要改变这项目的设置，去符合你本身素材的设置。这我选择保留项目设置，像我就把素材去加入到轨道里面了。再来介绍一下 Filmora 剪辑区有分为视频轨道还有音频轨道。当你有看到有这样子标志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影片的标志，就代表这是一个视频轨道，然后旁边有1和2，就代表这是轨道1，这是轨道2。然后在我右边，你可以选择这个锁的标志，就锁定这个轨道。如果你锁定这个轨道之后，你就不能够做任何的编辑了。你可以再点击一下去解开这个轨道，然后你可以选择静音，这就代表你这轨道是没有声音的。然后你可以选择隐藏这个轨道，那么这个轨道所有的画面都会被隐藏。然后底下会有一个音乐的标志，这就代表这是一个音频轨道。旁边的数字也就代表音频轨道1、音频轨道2。右边也是一样，锁定轨道，然后静音轨道。你可以添加不同的素材到不同的轨道里面，比如说这里我还有一个素材，我可以添加到轨道2上面，现在就可以看到我的轨道2上面这个素材了。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，如果这上面有一层轨道了，你就可以看到第2层的轨道会覆盖到第1层的轨道它的一些画面。比如说这里这2个轨道重合了，那么只有第2层的轨道能够被看到。比如说这里轨道2是没有内容的，所以就能够展示出轨道1的内容。想要添加更多轨道，你可以选择这里添加轨道，然后你可以选择添加视频轨道还是添加音频轨道。我可以点击这里添加视频轨道，那么就可以看到我视频轨道就有第3层轨道了。如果你觉得这层轨道内容你看得不清晰，你想把它扩大一点，你可以把你的鼠标移动到这里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鼠标变成了这样的标志，你可以往上拖，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轨道上面它的画面内容还有它的音频内容，能够更方便的让你进行剪辑。在这个右边你可以预览一下你画面的内容，如果你发现预览的速度比较慢，你可以点击这里调整一下预览质量还有显示设置。你可以选择这个缩放比例，默认是适合，你可以调整一下，比如说75%，越小的比例就能够让它更快速的去预览你的内容。如果想调整一下轨道缩放大小，你可以点击这里去进行调整一下。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去进行简单的初剪。刚才我们介绍到 Filmora 有一个 AI 的功能，就是去除掉无声的片段。这里我们可以右击一下，这里有个去除无声片段的选择，现在 Filmora 就会帮我处理我这个片段。像你可以看到 Filmora 就非常快速的帮我去除掉了无声的片段。如果想调整一下，我可以点击这里，比如说把这方框拉大，那么这些片段就是能够保留的。我可以缩小一下，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。然后你可以左右滑一下去检查所有的片段，当你觉得所有的正确之后，你可以选择这个导出时间线，
这样就能够通过 AI 技术去快速帮你去进行剪辑。但我们还是要学会一下手动去剪辑的，手动剪辑也非常的方便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剪刀标志，比如说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切割点，我可以点这个剪刀标志，现在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被我分成2部分了。然后可以再挪动一下我的时间轴，去除掉这里，剪切快捷键是 C， 现在你可以看到变成一个剪切的标志，我再点击一下，然后再按住快捷键 V， 又回到选择的标志，点击一下，然后再按住 Delete， 就删除掉了刚才那个片段。如果想回到上一步，你可以按住 Command 或者 Ctrl 加 Z， 就可以回到上一步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加入更多的 B-roll 素材，我可以直接使用 Filmora 的资源库，我点击这个资源库，这里面我可以选这个素材，比如说我想选这个素材，我可以双击一下，点击下载，现在这个素材就在下载了。当这个素材下载好之后，在右边就可以预览，我可以把它拖动到我剪辑区里面。现在我就给我影片去加入一个 B-roll， 我可以在右边进行不同的调整，比如说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大小，我可以把它变大，可以把它变小，这个默认是等比例的变大。你可以进行解锁，当你解锁之后，你就可以专门对 X 轴进行变大，或者说单独对 Y 轴进行变大。比如说我可以在 X 方向上面去进行变大，你就可以发现它就被我拉长了，或者是单独的 Y 轴进行放大，就是纵向拉长了。在这里面也可以调整位置，或者是直接的拖动也是可以的。你也可以把鼠标放到这角上面进行缩放或者放大也是可以的，然后也可以进行不同的反转，然后也有旋转或者是调节它的透明度，它的混合模式也是有的，然后可以选择投下阴影，这里面可以添加阴影，或者是一些对画面的增强，这里有个自动增强功能。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 Filmora 功能非常好用呢？在我们接下去介绍更多功能之前，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你能够做部影片点个赞，感谢你对我的支持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如何在画面里面去加入一些标题效果、文字效果。我们可以选这个标题选项，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标题的效果，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，我可以双击一下，这样我就可以预览了。如果觉得不错，我可以拖入到剪辑区里面，在右边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文字信息，也可以选择这里去调整一下字形。在这里你除了能够找到非常多英文的字形，你可以往下拖，在最底下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中文的字体，这对于我们制作影片来说是非常方便的，你都是能够使用的。你可以调整一下文字的风格，然后在更多文字选项底下，你可以调整一下字母的间距、它的行高、它的对齐，也可以做出一些形变上面调整，比如说旋转大小。如果想要让这个文字效果出现的时间更长一些或者更短一些，你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里，就出现这样的标志。你可以把它拉长，它的时间就变得更长；你可以把它缩短，它出现的时间就变短了。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。这种文字效果如果要在专业的剪辑软体里面去制作出来，需要有非常复杂的步骤，但是在 Filmora 里面你只需要点击一下就能够制作出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，除了默认选项底下，你还可以选择 Film Stock， 这里面会有更多不同风格的文字效果供你选择。比如说我选这个效果，你就可以看到是这样子效果的文字，我可以把它拖入到剪辑区里面。这右边也是能够做出很多调整的。现在最新升级的 Filmora 也是能够让你加入字幕的，这里面有一个语音转文字的选项，它的功能就是能够自动将带音频的视频和音频文件转化为 SRT 的字幕文件，所以在 Filmora 里面你就能够快速做出影片的字幕了。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文字转语音，它能够把文本去转化成人声，去给你的影片进行配音。这样的功能都需要你正式购买 Filmora 之后才能够使用的，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功能对于影片制作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很多人都需要用它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场的功能。Filmora 里面提供给你非常多的转场，比如说我可以预览一下这转场，我可以双击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也可以预览一下其他的效果，比如说这个效果，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酷炫的。如果你选择一个效果了，你可以把它拖入到剪辑区里面，你可以拖入到这两个画面之间。现在我这两个画面就有一个转场了，我可以选择播放一下。如果你觉得这转场的时间太慢了或者太快了，你也可以调整一下。我可以选择这个标志，先把这画面拉大，这样我就能够做更精细的调整。我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里，调整一下它的长度，这就代表我这转场它出现的时间就缩短了。我们可以来看效果，你可以看到这转场的速度明显变快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想让这转场变慢一点，就可以拉长这个效果，
它时间越长，这转场的速度就越慢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选项，这个效果选项就可以给你画面去加入一些滤镜，比如说我可以选择一个明显的，比如说这个滤镜效果，我可以双击选择下载，在右边就可以预览一下这画面的效果，我可以把它拖入到画面上面。像这画面上面就有一层滤镜了，我可以选择这个滤镜要覆盖到我哪些影片上面，比如说这里它就没有覆盖到，所以还是我原本的画面，但是在这里它就覆盖到了，就变成了这样的效果了。我可以把它拖动一下，覆盖到我所有的画面上面，像这个海都是有这样的滤镜了。下一个功能就是贴纸，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Filmora 提供给我们非常多贴纸的元素，比如说这里会有非常多的表情元素供你选择，比如说可以选这个，我可以直接拖入到画面里面，现在我画面上面就添加了这个元素了，我可以双击一下调整它大小，也可以挪动它位置，或者说我们想在影片里面去呼吁观众点赞我们的影片，我可以选择这个点赞标志，同样的挪动到画面里面，这个时候我的画面上面就有个点赞的元素了，我可以调整一下，双击调整它的大小和位置，移动到右下角，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呼吁观众去点赞我的影片了。同时可以选择这个 Film Stock 选项，这边就会有更多元素供你选择了，比如说有很多社交媒体元素，还有这个倒计时的元素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。再往下一个功能就是模板，这里面会有2个选项，首先第一个就分屏，这个分屏的效果也是非常有创意的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分屏的模板，比如说我选这个，然后把它投入到画面里面，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加入3部影片，比如说我选这个，把它投入到画面里面，然后第2个我选这部影片，第3个我选这部影片，这边你可以调整一下画面大小，可以把它变大或者变小也是可以的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就分割成了3部分，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创意。我们来播放看一下，这个创意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右边这选项是模板，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 YouTube 影片片尾画面模板，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看一下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片尾画面模板是非常精致的，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样的模板去套用到你 YouTube 影片里面。所以使用 Filmora 的好处就是会提供给你非常的模板，你可以直接套用，可以让你影片快速的出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些音频了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音频选项，这里面 Filmora 会提供给你非常多音乐还有音效。我知道很多 Filmora 的用户都会使用这里面的音乐还有音效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里面 Filmora 已经直接告诉你，内置的音乐还有音效可以用于商业用途吗？ Filmora 回答是不可以的，所有内置的任何音乐还有音效都是不能够用于商业目的的。所以如果你用了里面的音乐还有音效，你的影片肯定会受到 YouTube 的版权警告的。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，不要使用 Filmora 里面提供的音乐还有音效进行商用。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一下 Artlist 里面的音乐，它里面的音乐是完全可以商用的。我自己制作影片的音乐也是来自于 Artlist， 所以我导入一首 Artlist 里面音乐，我可以把它拖入到简讯里面，像我的音频轨道就增加了一首音乐。如果想要快速调节一下音乐的音量，你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个中线上面，你就可以发现你的鼠标变成这样的标志。你可以往下拖，就是把音乐的音量调低；往上拉，就是把音乐的音量调高。这右边你可以进行更细节的操作，比如说可以调节一下音乐的淡入时间，比如说在2秒钟，所有的淡入就是音乐会缓缓进入，它的音量会慢慢的变成正常的音量。你也可以调节一下音乐淡出的时间，这个设置就是可以让音乐慢慢的淡出，它的音量会慢慢的消失。或者对于你影片的声音，你也可以使用这些降噪的功能，比如说 AI 语音增强、消除风声、普通降噪、消除嗡嗡声、消除嘶嘶声。所以在 Filmora 里面，你可以对你的音频、对你的音乐进行非常丰富的调整，就是这样提高你的影片的音频质量。在 Filmora 里面，如果想要对画面颜色进行专门的调整，你可以选择这个颜色选项，在这里面首先会提供给你很多预设，比如说007系列，这样你的画面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滤镜，或者是黑白电影，这样又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或者是你可以调节一下它的白平衡，你可以调节它的温度，往右就是越暖，往左就是越冷，或者调节一些其他的属性，像是颜色的属性、光的属性。然后在右边会有更具体的调整，比如说 SL 调整，或者是曲线的调整，都可以对画面的颜色进行非常精细的调整。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Filmora 里面最新推出的很多 AI 的工具。第一个就是摄入键，它是能够快速去除掉影片的绿幕，比如说打开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绿幕就完全消失掉了。第二个就是 AI 人像，我可以打开一下就可以看到它就把我背景去除掉了，这也是非常方便的功能，可以快速抠出你的人像。下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智慧区
具备，这也是去除背景的功能，可以选择这个开始抠图。这时候需要选择我们要留住的元素，比如说这是我人像，我要留住我的人像，我要去除掉这后面的背景。我可以用鼠标滑一下，就可以看到 Filmora 的 AI 就能够快速帮助我去除掉后面的背景，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。在右边你可以调整一下，比如说大小、边缘厚度，还有边缘羽化。下一个 AI 功能就是动作追踪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，我们可以挪动这个框，比如说我想追踪这个人，可以调节一下它的大小，然后选择这里开始追踪。现在就在处理了，然后你可以选择链接元素，比如说你可以导入一些元素，或者说你可以直接添加一个马赛克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的马赛克就跟着它移动了。接下来一个 AI 功能就是能够稳定画面，这个功能就能够帮助你去防止画面震动，去让画面更加稳定。在底下的功能就是镜头校正，这就是能够帮助你校正你的镜头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预设，然后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一个分辨率，你就可以进行镜头校正了。在你制作完影片之后，想导出影片也非常简单，可以点击右上角导出，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一个影片的缩图。它可以让你从影片里面的画面去选择一个缩图，或者说你可以从本机里面去导入一个图片去制作缩图也是可以的。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导出到哪里，你影片的名称、它的格式、它的预设、它的品质，这也是它的解释度、它的画面播放速率，所有都调整完之后就可以选择导出了。这边 Filmora 有个选项就是你可以直接上传到你 YouTube 频道里面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去选择是否要这样做。希望通过这一教程能够让大家了解 Filmora 这款非常适合于新手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，大家可以使用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下载 Filmora。在你学会影片剪辑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去做 YouTube 频道了。你看看这期影片，我会告诉你如何从零去开始去做一个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够这部影片点个赞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追踪我IG能够会有更多互动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